大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来介绍去做一款比较简易的入门级的香蕉核桃蛋糕。这款配方呢，是我在平时生活当中实验了很多次以后总结出来的一个配方，然后呢也参考了很多我们网上的一些网红的配方，同时呢就是加了自己的一些改进，这样子也更适合于我们日常自己家庭来使用，然后呢也相对来说呢比较更健康一些。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开始。第一步呢，我们先就是准备就是糖、油、牛奶跟鸡蛋的混合物。主要呢就是用首先是糖，糖呢就是我现在呢是选用这个有机糖。有机糖呢，我们可以在Costco 去买到。我也推荐大家，如果说是一些年长者呢，你可以用这个 brown sugar 或者是黑糖都可以，就是以等同的分量去替代就好了。常规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配方呢，都是用1 cup 的糖的量。在我这里呢，我今天呢就是说，把这个糖的量呢从1 cup 减少到1/2 cup， 就相对来说，就是糖量呢要相对低一点这样子。我们现在呢也将加这个1/2 cup 的这个橄榄油，这个比较慢。然后呢，把这个油加到这个我们这个糖的这个容器里面，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原配方里面呢，它的牛奶含量比较低。然后呢，我后来经过实验，就是说，加比较多的牛奶，增加它的湿润度其实是 OK 的。所以呢，我们这边就推荐说，我们加这个1/3 cup 的牛奶。最后呢，我们加入一个鸡蛋。然后呢，我们用搅拌器把这些原材料呢混合在一起。然后呢，要充分的混合，这样子呢，就是说让这些材料充分的乳化，有助于我们后面在混合其他的材料的时候，更好的让它们融合在一起。香蕉的部分呢，我们最好准备一个平底的一个小锅子，这样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捣这个香蕉泥的时候就比较方便。然后你家里如果有这种捣土豆泥的这种工具呢是可以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其他的工具也可以替代。好，然后呢，我们用这个土豆泥的这个碾压器来把香蕉呢，就是慢慢的给它碾成碎。我建议用相对熟度比较高一点的香蕉会好一点，就是因为香蕉的含水量比较高，然后呢，它的热量呢相对来说在水果中是比较低的，所以呢，就是也是比较健康的一个水果。好。和这个之前的蛋、油、糖、牛奶的混合物混在一起。这时候你用刮刀就比较方便。经常做烘焙的人家里的刮刀都是常备的，所以这一点来说，在工具的准备上并不是特别的复杂。然后呢，慢慢的把它匀一匀。现在我们就是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把烤箱先预热一下。烤箱呢要预热到这个350华氏度左右，就是依照你家里烤箱的这个情况，因为每个人家里烤箱温度可能大致都会有一点上下的区别。然后我这边的话，因为烤箱比较大，所以呢，我现在就设置它是350度。让它先预热一下，等我们把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的时候呢，就烤箱也预热的差不多了。烤箱必须预热，这一点的话，你不能说临时烤的时候再把烤箱打开，这个没有办法达到你想要的效果。直接用筛，这样呢可以少洗一个盆儿。
好了，我们这里呢放了2个 cup 的面粉。这面粉呢，就是我推荐就用这个 all-purpose 就可以了，就是不必要说一定要用那种低筋啊，或者说中筋什么的，就是我觉得这 all-purpose 都可以。然后你在超市都可以买得到，比如说 No Frills 啊，然后就是说或者是我们华人常去的大同华什么，就是每个超市都有这种比较好用的面粉，然后呢就比较普遍，然后对效果上来说是没有影响的。最后呢，我们要加上1个茶勺的小苏打，然后呢，把这些粉末都筛进这个容器里面，筛进我们之前香蕉和这个牛奶、鸡蛋、糖和油的混合物里面。为什么要过筛呢？就是有些教程呢，它也是不过筛，直接就是加进去。那我个人的经验呢，就是过筛以后呢，就是面粉会比较好，容易搅拌，然后也不容易有太多的这种颗粒产生，这样子，这样你做出来的东西会比较细腻，然后比较均匀。现在呢，我们慢慢的把它搅一下。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搅拌勺拿出来，因为这个时候用这个可能会有点太硬。我们可以用这个硅胶勺，慢慢的先把面粉慢慢的给它拌进去。慢慢的搅拌到就是它们混合的非常好就可以了。当中的部分就是用十字刀切拌的方式，就是如果有学过烘焙的同学就会知道说，我们做戚风蛋糕或者说是在搅拌这些大奶糊的时候都是用这种方法。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糊就拌得非常均匀了，这样就 OK 啦。然后呢，我们现在要做准备呢，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烤盘准备一下。我这里呢事先裁好了一张这个羊皮纸、烘焙纸，然后就是跟烤盘的这个大致的这个尺寸是差不多。这个烤盘呢是我量了一下，大概呢是宽13.5，然后呢长度也是23.5，高呢是6公分，就是都是按厘米的这个标准来进行测量的，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常规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烤盘。然后我们的这个香蕉核桃蛋糕也是按照这个来的。今天呢，我突然发现家里的核桃用完了，就是本身我要准备大概很多的这个我们这个核桃，我一般会准备就是1/2这个 cup， 就比较大的量，然后就把它切碎以后生的以后拌在这个糊里面。然后今天因为我家里这核桃不够，然后我只发现了这么一点点。只留下这么一点点，所以呢，我等会儿会把它切碎以后，就是撒在上面做一个装饰。侧角剪，然后就是烤盘的4个角在哪个位置，然后你对准它大致的剪一下就可以。剪了以后呢，就是会是这个一个样子，然后呢，你就把它放进这个烤盘里面，这样呢，就是在你烤的时候呢，你的糊蛋糕就不会粘到这个边上，然后呢，烤的时候效果会非常的好，而且很方便你的清洗。然后弄好油可能会多一点，然后你可以稍微用你的剪刀把它裁一下。部分就不会翘在外面。
这样就差不多大致的。把我们的这个糊倒在我们已经准备好的这个盘里面。OK， 现在这部分呢就是已经好了，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核桃准备一下。我这边呢有点可怜，好少啊。今天家里正好已经没有太多的核桃，我今天忘记这个事情。但是也 OK 吧，就是先把它切一切，切的碎一点。这个核桃呢，你不需要事先的去把它弄熟，就是生的就可以。因为在烤制的过程当中，它慢慢也会一起熟的。本身烤制的温度也比较高。如果多一点的这个 nuts， 你就可以 walnuts， 你就可以放在这个一起拌在我们这个蛋糕糊里面，那样子口感会更好。我之前做的时候就会放很多。现在呢，就是也还好吧，就是点缀在表面呢，你烤好以后看起来会比较漂亮。然后呢，就均匀的撒在上面。因为我今天用的是手提电脑来拍的，然后呢，因为临时拍这个呢，家里也没有现成的这个手机的架子，所以就可能比较难观看到它比较具体的这个从垂直的给它拍摄的一个效果。能看到吗？应该还是可以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就是能够均匀的分布在上面就可以。好，现在呢，我们的这个烤箱啊，刚好已经温度已经到350度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放进去了。然后烤制的温度呢是55分钟，然后我们根据不同烤箱的温度，就是你在烤的过程中呢要进行观察，看看它的颜色是不是已经变得很深啦，然后或者说是表面的这个膨胀已经到一定的程度了，然后我们现在要等待55分钟，等一下我们来看看就是我们今天的成果怎么样。听到声音了吗？现在时间到了，我们现在把那个蛋糕拿出来，看到没有？颜色非常的漂亮，然后呢，表面的这个核桃呢也都烤得金黄金黄的，很好看。现在呢，我们把它从那个模子里拿出来，然后晾凉。然后可以看到呢，看到吗？不是很漂亮。现在呢，我们只要让它晾凉就可以了。晾凉以后呢，就是可以切片，然后呢，早餐的时候呢，配上一杯黑咖啡，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如果你觉得一片这个蛋糕加上黑咖啡还不够呢，可以再加一个煎蛋，然后再加一点水果或者是蔬菜沙拉之类的，就会很完美。我们稍微的等它凉一点点，然后我把它切开给大家看一下，有的是这样子的。OK， 那今天就到这样了。如果你们有什么想做的，
不管是烘焙之类的，或者是我们现在在家里面，现在因为都在家嘛，就没有办法太多的出去，就是看看大家想做一些其他的，或者说是比较方便，然后又很营养的东西，都可以跟我沟通和交流，然后可以给我发 email，也可以呢，通过 WhatsApp 给我来联系，或者是通过 WeChat 都可以。好，那就这样喽，拜拜。